距离美国 B21 亮相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现在美国空军却选择要升级 B2，难道是 B21 的研制出现了大的问题吗？大家好，我是世涛。最近美国空军发布了一系列的招标要求要对目前现役的21架 B2 隐身轰炸机进行升级。那么升级的主要目的呢，是提升 B2 的一系列的电子战能力，以及呢 B2 的武器舱对目前一些新式空地武器的适配能力。那么这条新闻出来之后让很多的军事媒体都犯了嘀咕，原因就在于原本美国空军呢是一直压住了这个 B2 的一系列升级，认为呢他们要把这个有限的经费要集中到目前美国空军的当红炸子机，也就是 B21 轰炸机的研制中，并且呢 B21 也确实在去年年底算是公开的亮相了。但是在亮相的8个多月之后呢 ，B21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要试飞的这个消息，这就让大多数的媒体犯了嘀咕，到底当时揭幕的这个 B21 它是不是一架真实的这个飞机，还是呢只是一架这个大比例的模型呢？实际上对 B21 的质疑很早就出现在了网络媒体，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揭幕仪式之后这个质疑的声音还是很多的。大家质疑的焦点就在于，你看当年B2 的这个推出展示大家是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 B2 的真正的样子并且呢，甚至当时由于这个空管不力还有美国的记者是飞越了 B2 轰炸机，拍到了它尾部的这个保密的这个喷口的一系列细节，那么也证实了这确实是一架能飞的轰炸机。而去年 B21 的这个揭幕呢，则不然它是在一个灯光非常昏暗的厂房里面大概的亮了一下相又退回去了，并且呢很难观察到上面有真实飞机的一些重要的细节。那么这也是呢大家质疑目前 B21 进展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就是 B21 的整个官方的试飞的这个动作呢，也是在不停的往后延。那么这也让大家呢对 B21 的研制进展呢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再加上目前美国空军要对 B2 进行这种升级，那么更加坐实了大家对 B21 进展不利的这么一个怀疑。不过我们要说B21 这一次的进行所谓的不管叫延寿或者叫升级也好恐怕呢不只是对 B21 进展的一个备胎的一个表现。由于设计思路的不一样，那么 B2 和 B21 实际上在包括了体型和能力上有极大的区别。虽然外形上都是飞翼布局的这种低可探测的隐身轰炸机，但是在包括载弹量和航程上面特别是外形的尺寸上 ，B21 对 B2 可以说是全面的缩水了那么这就导致了很多目前 B2 的武器舱内可以挂载的相当大型的弹药呢，在 B21 上是无法进行相关的适配与挂载的。那么目前看，美国空军对 B2 的这一次的升级，更多的可能是集中在了未来美国空军一些大型弹药在 B2 弹舱内的挂载的适配。另外呢，也是通过这一次升级呢，让 B2 的这个电子战能力有一点点的这个提升。那么最终呢，美国空军的精力还是会集中的放在 B21 上。是目前 B21 一系列技术参数的这个定位呢，实际上呢，可能与未来美国空军的设想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就比如说 B21 设计的航程只有8000公里，作战半径呢大概是3500公里，而在目前美国最看重的西太平洋地区在距离美国的假想敌中国海岸线3500公里的地方，美国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块所谓的他们心里安全的这么一块的起降场地。因此B21 即便是进展顺利，未来能不能如美国空军的设想，如他们所愿的发挥出能够与中国一战的实力，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恐怕 B2 的升级就不仅仅是一个备胎的作用了，搞不好最后还是要由 B2 这一位廉颇来挑大梁。大家对这一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